大家好，我是老魏。我在第7郡和第4郡相交的这条河上，这是西贡河，这个身后车流量很大。我在用我的 GoPro 拍一段动态延时，拍好了之后，我分享给大家。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因为担心这个桥柱是圆的嘛，那个相机也不好放，然后我就趴在这个上面拍了一段，拍下来挺好。然后后来我把这个 GoPro 的臂给它伸长了以后形成这样的姿势，一个螯形的就卡住它，刚好是放在这个大桥上面，看一下我们等会儿拍的效果会怎么样，一定非常美。现在一条大船装沙石的船缓缓地驶过去。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半了，就是我要一直在这等着，至少等1个小时才能拍出10几秒的镜头，或者最多也就是30秒左右吧。必须要在这边待很长时间，但是现在的风很舒服，车辆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感觉还是不错的。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越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经济总量或者说它的平均值并不高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来看越南胡志明的周边就是有非常好的高楼大厦，也有非常贫瘠的棚户区。有很多老百姓，生活并不富裕，也有很多人挥金如土，生活非常好。那不管怎么样呢，越南胡志明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这个城市都有着特殊的魅力，吸引着东西方的人来到这个城市来旅游、来生活。我在这里生活了有4、5年了，然后我对这个城市的感觉呢，情感上比较复杂，非常喜欢这座城市，也喜欢这座城市的气候、环境，甚至一些人文的东西，我都非常喜欢。这座城市也保留着最初的一些原始的一些建筑，那越南胡志明市呢，也是越南的金融中心，也是东方小巴黎，有着独特的魅力，很适合背包客来旅游。是背包客的天堂。那旅游景点也非常多，无论从第1郡到第5郡华人区，那个旅游景点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越南胡志明市的景点非常特殊，它都是一些小景点。你要说哪个景点特别牛，或者说适合非常大的旅游团来，那可能是真的没有。但是它就适合这种零星的游客或者散客。然后自己背着包在街头巷尾的转，在这样的城市转，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儿，很享受。那它有自己独特的美食，有法式的面包有越南南部的一些甜点，还有北部的一些，就比如说面食或者说做的米皮或者是那个春卷它的特色小吃也非常非常多。也有非常浓厚的越南印记，你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可以吃到，就是具有越南风格的一些越南美食，包括在中国内地，包括我所在的城市我来越南之前我还没有什么感觉，那现在在中国的一些上海甚至我在的城市江苏常州都有越南餐厅了我姐姐昨天还给我拍了一张在越南餐厅吃饭的照片给我，然后那个上海越南的一些咖啡厅也开到了上海，咖啡的连锁店开到了上海，这个它也是一种软实力在向外扩张它的经济、它的文化以一种独特的越南符号在向全世界扩散这就是越南的一个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真的很让人着迷。越南的冰咖啡呢，全世界真的是独一无二。可能在全世界95%以上的国家，咖啡都是喝热的，只有在越南，我们喝的咖啡是这种冰咖啡咖啡色儿咖啡奶，这种味道特别好，非常独特，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几乎所有来过越南的朋友都喝过这种就是越南的冰式咖啡这个真的是让人很着迷。很多在越南生活的朋友呢，每天都至少要饮一杯咖啡今天我喝了大概是4杯吧，今天有点心悸心跳的很心慌咖啡喝多了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属于咖啡喝醉了，真的是非常喜欢这种咖啡文化，而且它有非常独特的咖啡厅。在越南的咖啡厅，真的是，我们就单说这个胡志明市，可能有成千上万家咖啡店，而且每一家都有非常独特的风格，有自己的特色在里面。这也是越南人对美术的一种追求啊，所以越南人对艺术的鉴赏力是非常高的。咖啡厅呢是他艺术鉴赏力承载的一个地方。在越南咖啡厅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独特的壁画啊，有独特的那个植物的造型啊，有独特的设计，非常有匠心的一些设计啊。有的老板甚至他是不追求座位的多少，他明明咖啡厅生意非常好，然后可以把这个景点或者说把这一块绿植去掉，来作为一个设置座位，但是他们还是把这些座位取消了，然后做了一些景点，做出一些造型啊，来保持它这种艺术性和这种观赏性啊。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我开咖啡厅的目的，我就是为了让它美啊，不是单单的在这个咖啡上赚多少钱。而且越南一杯咖啡的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啊，所以在越南喝咖啡啊，不管是男女老少，不管是这个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喜欢坐在这个咖啡厅里啊，然后饮一杯咖啡，找3、5个知己好友，然后谈谈天，聊聊心事儿，啊，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好。你要问这有多好，没有来过越南的朋友，你永远无法明了。现在世界杯如火如荼啊，越南有独特的足球文化，越南没有足球流氓，但是有足球，非常狂热的一些足球爱好者，啊，他们非常文明，就是在看完了球以后啊，不管是赢了球还是输了球，啊，他们都会成群结队的骑着摩托车，然后冲到街上最热闹的地方，然后一直在随着摩托车的轰鸣啊，在整个城市里这种转圈儿啊，然后举着越南的国旗，然后穿着越南的这个有特色的一些 polo 衫，拿着一些哨子，吹着口哨，然后满大街的这样跑，然后这种声音啊震耳欲聋啊，这种全世界可能只有在越南能看到啊，而且它这种足球文化就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在聚集的地方啊，就是走了以后，还是有一些越南的青年人啊，越南的义工在义务的打扫卫生，有的没有工具，就是用徒手用手抓啊，也就是手把地上的垃圾全部清理好了以后，然后用水啊洗手，然后就各自再回家啊。这个我觉得越南年轻人的素质还是蛮高的，这也是这座城市未来的样子吧。我觉得年轻人的素质高，未来这个社会差不了，大家说对吗？好了，这就是我在这座桥上啊随便想到的一些感想，分享给大家。那在视频的最后呢，我把我拍摄的延时摄影的一些图像分享给大家。非常感谢您的欣赏。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呢，请您给我点赞，并且给我一个订阅，感谢您的支持吧。祝您生活愉快。我是在越南的老魏，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